之前影片提到，《新世界》是后《无间道》时代的纲鼎之作。此番重看，我才发现，影片的内在思考更多是对《教父》的延续与致敬。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耶律律。韩国自1998年建立电影分级制度，此后多次迎来创作高潮，最著名莫过于《熔炉》《辩护人》这样的巅峰之作，既讨论历史，也改变现实。《釜山行》《寄生虫》更是蜚声世界。此外，还有个别影片敏感到都无法创建条目。没错，就是那部坦克车司机，就是那部出租车司机。本期这部《新世界》由朴勋正编导，李正宰、黄镇明、崔明植主演的电影，则是黑帮片中的佼佼者。在黑吃黑的本色之下，连警察也一黑到底，毫不留情。老规矩，这支影片我将用5个章节深入黑帮世界，瞧一瞧打打杀杀，也看一看人情世故。如果你是头回找到这个频道，请先点击订阅，码住备用。金门集团是韩国最大黑帮，并逐渐趋于合法化和商业化。会长石东初虽涉嫌逃税、贿赂和股价造假，但检察机关始终起诉无果，集团实力可见一斑。不料在某个雨夜，石东初寻欢归途，遭遇车祸不治身亡。金门三当家丁清出身华侨，本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，可老四李仲久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老会长一死，二人明争暗斗，为会长宝座拼个你死我活。金门内部权力虚空，让警方看到了重大契机。他们想通过安插数年的卧底，干预黑帮选举，从而控制金门集团。黑社会搞民主，搞什么不好？搞小圈子选举，像新吉那样，老爸传儿子就不用争不用吵咯。这个坐收渔利的计划名曰新世界，正是片名由来。李子成8年前受命江科长，成为一名警方卧底，6年前同丁清结识，此后他的黑道生涯可谓成就空前。双重身份让他不堪重负，妻子怀孕也使他萌生退意。他本以为扳倒石东初，卧底任务就能结束，但江科长却用警察身份要挟他，继续完成新世界计划。3年之后又3年，3年之后又3年，就快10年了，老大。警察本是正义的代名词，但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竟显下作与无能。后来他们用李子成提供的资料，成功离间丁清、李仲久，引起黑帮内部激烈火并。丁清死于这场内斗，却将衣钵传给了李子成。陈永仁曾对黄志成说：“我不想再做卧底了，再做2年我就成尖沙咀老大了。”李子成像是看过《无间道》一样，最后真就坐上了金门第一把交椅。《无间道》只在讨论正邪较量，而新世界的剧作难度则是关于人性剖析，展现在文本上便是如何让卧底活下来，并成功反水。教父中，维多科里昂的大儿子桑尼处事急躁，毫无城府，也正因他半句多嘴，引得对手大开杀戒，将家族推至危险境地。妹妹婚礼时，有警察在庭院外徘徊，记录来宾车牌并拍照。他得知消息，上去便来个下马威，先抢夺并摔碎相机，而后随手扔出几张本杰明作为补偿。本片中的老四李仲久和桑尼一样拥有暴脾气。会长葬礼时，听闻警察偷拍，他便叫嚣着冲上前去，不仅砸碎相机，还对便衣警察一顿反拍，随后也是扔下钞票当作赔偿。不同的是，警察江科长意外出现，他捡起钞票并撂下狠话说：“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毙命。”我给你滚出去！谁给谁滚出去！果然，江科长一语成谶，一句话咒死2个人，最终2人双双被李子成灭口。李仲久被捕之后，一度对丁清怀恨在心，是为警方新世界计划最成功的一环。正如缺心眼的桑尼一样，他的死亡并非偶然。或许他早该学会一句话：直如弦，死道边，曲如钩，反封侯。江科长作为李子成的上司，却不怎么信任他。前面提到，他用双重身份要挟李子成，另外还以职务之便帮李子成老丈人脱罪，意在威胁其妻子，实施监控。甚至李子成所汇报的资料，都先让围棋老师对比确认。可见在整个行动过程中，江科长只是拿李子成作为棋子，并不愿将计划和盘托出。究其原因，他自己也说过，之前有卧底叛逃的先例，所以现在有所戒备。我俩钱成交，你不往上叫了？对，我怕喊乱了。当然，这个人物也并不讨厌。首先一生正气，拒绝了丁清的贿赂；其次，围棋老师牺牲前忠告他戒烟，再次出场时，香烟便换成了棒棒糖。孙明植饰演的江科长，人性光辉与阴暗集于一身，复杂至极。相比之下，黄志成和陈永仁的关系就更为亲密，生日也不忘送一块手表祝福。
提起手表，本片中送表的戏码扔给了丁青，他身前身后2度赠送手表，兄弟情深不言而喻。丁青是全片最为神秘的人物，也是最令人惋惜的角色。会长车祸入院，他回国走出机场，首次出镜，脚上却穿着一双一次性拖鞋，出门不穿鞋也就罢了，还一副3星快捷刚退房的架势，很难让人相信他是黑社会大佬。镜头也好像在开他玩笑，由脚丫子渐渐推到墨镜。李子成前来接机，对这位大哥一脸嫌弃，收到手表也立刻做出回应，直言不讳，说那是山寨货。面对鄙视，丁青并不生气，他舍不得打李子成，便拽来小弟替其受罚。这么个不着四六的人物，内心却藏着一头猛兽。当他再次出国被江科长盘问，并得知李仲九被捕后，立刻猜到警方从中作梗，有意离间是帮会内斗，遂采取行动。首先让律师调查内鬼，并调来延边杀手备战；其次提前回国探望李仲九，再给江科长送月饼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李仲九怨气攻心，无药可救，江科长又正义凛然，油盐不进。维多科里昂的军师汤姆为了帮强尼争取男主角，先是到片场拜访制片人，收到拒绝和谩骂之后，他便给制片人开了个让其无法拒绝的条件。制片人从梦中惊醒，浑身是血，定睛一看，脚下一颗马头，正是他心爱的那匹汗血宝马。丁青做事自然也懂得先礼后兵，他看过内鬼资料之后，准备以非常手段扶金门于江请，挽狂澜于既倒。此外，从延边招来的厌世杀手也已经就位。在仓库清算警方卧底时，他递给李子成一叠资料，并当面手刃了小马仔15，就是替李子成挨巴掌那位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资料中并没有出现李子成，可他依然被吓得双手颤抖，额头冒汗。丁青从黑客手中拿到卧底资料，明明已经知晓李子成的身份，但他并没有心生杀念，而是彻底删除了警局档案。这一举动乍看是逼其成为真正黑帮，但仔细回想情节会发现，他意在引导李子成摆脱任人操纵的困境。不得不佩服黄振明判若两人的表演，以及蹩脚的普通话，为丁青这个古惑仔增加了许多喜感和共情。通篇看下来，我甚至学会了一句韩语，至今还用来宣泄日常的不爽和愤怒。哎，西巴布拉多！电影开篇，李子成正在审问一名内鬼，虽然无法辨别内鬼真伪，但还是毫不留情将其沉尸海底。显然，卧底手上不沾血，只是《无间道》系列的一厢情愿。新世界一开始便与之做了区分，并不是说谁高谁低，只是讨论的命题不同罢了。片中黑帮杀人的方式独树一帜，不免让人心头一震，嘴里灌满水泥，再装进铁桶投海。相比美国黑帮的就地火化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正是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，让李子成面临每一次绝境都显得异常真实。毕竟这一秒他扮演暴力输出者，下一秒就可能成为暴力承受者。还记得仓库肃清内鬼的场景，当杀手准备折磨为其老师的时候，李子成果断拔枪结束了他。这一举动帮他走出困境，但也因为枪杀同袍彻底断送了正义之路。在《无间道》里，刘建明精神分裂时说，我的工作就是出卖身边的人。可见卧底的工作流程大概是获取信任，然后出卖信任。若是做得足够出色，还能在敌我之间贩卖信任。可对李子成来说，他贩卖着丁青的信任，却得不到上司的信任，这或许让他对信任本身产生了怀疑，到底该不该拿它来贩卖？你这是没看清社会的潮流。你看看现在那些围观的人，嘴上都是主业，那心里全是生意。丁青在弥留之际说道，如果有1000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我活了下来，你怎么办？心要狠一点，这样才能活下去。也正是这几句遗言，最终救了李子成一命。此间兄弟交谈，丁青将李子成变成下一个自己，表面平静如水，内心却波涛汹涌。李子成对操盘手深恶痛绝，却从未自觉采取行动。他也并非主动反水，只是在绝境中求得一丝生机。人物从头到尾身处险境，在最后一刻绝地反击，观众突然发现，原来人性如此柔韧。我想，这正是影片成功的原因之一。新世界还留下一个疑问，金门会长石东初究竟死于意外还是谋杀，亦或是因为没有转弯让执行？相信很多人倾向于谋杀，那么到底是谁杀了他呢？
丁青和李仲九相互质问过，显然并不是他们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警方并不在乎谁杀了石东初，而是执意制定新世界计划，意图操控金门集团。也是一个黑帮头目死亡，除了大快人心之外，又有谁会在乎呢？我们想开香槟庆祝，李坤死了，我们想开香槟庆祝。我认为可能是警方勾结二当家张守基所为，因为这厮差点成了既得利益者。当然，影片并未说明，只能作为猜测。讲到这儿，若说李子成是棋子，丁青和李仲九又何尝不是？江科长想掌握大局，但早已被高层告知后果自负，显然也是大人物的棋子。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博弈，很难说谁有出路。之前影片提到，《新世界》是后无间道时代的纲鼎之作，此番重看我才发现，除了卧底形式相似之外，影片的内在思考更多是对《教父》的延续与致敬。拿两部影片结尾来说，李子成出门参加会长竞选一段，和麦克科里昂参加小外甥洗礼时如出一辙。平行蒙太奇告诉观众，所有对手和知情人全部被铲除，我绝不当傻瓜，让大人物在幕后操纵我。这句话来自老教父维多科里昂在暮年对儿子麦克的忠告。那场交谈表面看是父子情深，但镜头使用和画面占比恰似新老教父的交接仪式。这个世界背后潜藏的逻辑，让一个嗓音低沉的老人一语道尽。如果稍加翻译，便是人生在世无非两种境遇：操纵他人或被他人操纵。在黑手党活跃的黑帮世界里，这句话仿佛至理名言，教导着一代又一代枭雄。新世界更像他的注脚，使得主人公李子成在操纵与被操纵之间做出抉择，最终才逃出升天。之所以叫逃出升天，因为并不存在其他选项，如果非说有，那只能是死亡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